这只大熊猫坐断树杈，屁股被树枝戳到了，一定很疼吧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只叫做九九的大熊猫，一大早就到木架上玩，结果差点摔倒，气急败坏下便要木架发泄。即使这样，也没打消掉他心中的怒火，他是越想越生气，爬个木架差点将自己摔倒。于是他转身朝着另外一棵树爬去，爬到树上后准备继续发泄，结果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屁股坐断树杈的同时还被树杈给戳到了。相信中过千年杀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种疼那是撕心裂肺的疼，即使皮糙肉厚如熊猫也一定很疼。然后就看到了九九在木架上疯狂的摆动，用此行为来缓解屁屁的疼痛感。不知道的朋友还以为他在整活呢，这就跟我们捂着屁屁的行为差不多。你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吗？还有后续呢。经此一事后，现在九九过个木桥都小心翼翼的，这一幕真是看一次笑一次，就好像两小兽一样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小时候就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有一次在野外看到辣条，那一年都不敢走草丛，心里不仅仅是怕，还有一种阴影，总感觉会有辣条窜出来。好歹九九还敢尝试，只不过把屁屁护得可严了。不说了，刚刚我解说的时候，我朋友给了我一个千年杀，特么的，我定很疼啊。奶爸给萌儿准备了一个窝窝头，怕乌鸦偷吃，特意藏了起来。奶爸前脚刚走，乌鸦就把窝窝头找了出来，还把盖子扔了。等奶爸再回头观看时，乌鸦已经吃上了窝窝头。乌鸦自己都开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爸来给萌儿加餐，拿着一个窝窝头救出来了，怕乌鸦像上次一样将萌儿的窝窝头给偷走，所以这次奶爸留了一个心眼，把竹筐反过来，把窝窝头盖在了里面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才放心的离开。萌儿上班后快步走来，盖着的窝窝头闻都懒得闻，直奔笋笋而去，然后拿着笋笋就大口吃了起来。看到萌儿在吃东西，萌儿养的乌鸦也准时赶来了，然后就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动作。萌儿假装看不到，笋笋归自己，窝窝头归乌鸦。乌鸦也很懂规矩，也是直奔窝窝头而去。看到窝窝头藏到竹筐下后，很利索的就把竹筐弄走了，然后如愿吃上了窝窝头。就这样，北京的动物园上演着一幕动物和睦相处的画面。当奶爸回过头看到乌鸦吃窝窝头的画面时，他彻底惊呆了，还问游客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于是乎，游客就把这段 VCR 发给了他。就这样，本来给萌儿准备的窝窝头被乌鸦一扫而尽了。更绝的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萌儿还假装吃不下，把窝窝头吐给乌鸦吃，期间还假装挠痒痒，把手中最后一块窝窝头也分给了乌鸦们，怕乌鸦不敢吃，还暖心的走开了。熊猫金虎玩滑滑梯，撞完墙后根本不服，又来一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金虎看到飞云在玩滑滑梯，飞云在的时候他根本不敢动弹，当看到飞云朝着室内走去后，金虎这才敢学着飞云的动作玩滑滑梯，结果却出现了意外。当金虎第一次滑下去时，由于没掌握力度，直接就撞墙了，他当场就不服气，然后来到起点又来了一次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。就这样，他以相同的方式和姿势又撞了一次。本以为这下他该懵逼了，没想到看起来唯唯诺诺的他，第3次再次来到了原点。这下他真的被撞蒙圈了，连续3次以相同的方式撞墙。金虎，你也是没谁了。然后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室内走去了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到了第2天时，怕撞脑袋，他玩滑滑梯再也不敢把头朝前了，然后用这种平躺的方式从滑滑梯上滑了下来。到了第3天，他依旧不敢把头朝前，看来第1天撞墙的疼对他来说那是历历在目。也对，即使撞屁股也没有撞脑袋疼。金虎虽然有点搞笑，但智商那是没得说。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妈妈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妈妈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秃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，
他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。果然，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。趁他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他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。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然摇人加餐是会传染的。前段时间，萌大搬到了萌二的隔壁，经常上演摇人加餐。萌大搬过来第一次上演摇人加餐时，还把隔壁的萌二吓了一跳，就连黄脸奶爸都吓懵逼了。久而久之，萌二好像也习惯了哥哥敲门，甚至哥哥摇人加餐的方式也传染到了他身上。这天正在发呆的萌二突然听到了萌大敲门加餐，然后他也来到了门边，准备也学哥哥摇人加餐。由于是初学者，摇人的熟练度还不够高，他便通过晃动门锁，以此发出声音来摇人。而哥哥萌大从最开始的用手敲门，已经升华到了晃动铁门摇人。在摇人加餐这一块，他敢称第二，没熊敢称第一。而萌二作为初学者，显得就比较生疏，只是晃动了一下门锁，就不敢继续行动了，然后停止了该行为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萌二这第一次敲门摇人竟然成功了，不仅被投喂了胡萝卜，饲养员还送来了许多嫩猪。就这样，萌二第一次尝到了摇人加餐的甜头。从最开始的被哥哥敲门吓到，到现在自己也加餐成功。我不夸张地说，此后的萌二将会在摇人加餐上越走越远。不知道隔壁的小白天会不会也会被传染？而萌兰就更不要说了，不仅会用屁屁敲门，聪明的他还会搓盆盆加餐呢。大美萌，你转过来，我们看一看呗。哎，他过来了，他听懂了。萌萌是我见过最宠粉的大熊猫，游客叫他转头看看，没想到他听懂了，不仅转头，还对游客卖萌。这该死的颜值加上宠粉的动作，我真的要被他圈粉了。为了让游客拍下美美的照，转过头后一动不动。更神奇的是，摆完一个动作后，他又跑去洗澡池洗澡。他仿佛知道游客拍的是自己的脸，特意把脸洗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来到游客面前又摆下一个动作。萌萌呀，你是懂拍摄的。随后他还在有限的空间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姿势。要不是有这段视频记录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萌萌比两脚兽大明星还宠粉，甚至有些大明星还摆谱，粉丝打个招呼啥的，那是一理不离，故意装作高冷。他们真的应该好好学学萌萌，那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您瞅瞅，为了让粉丝拍下自己不同样子的照片，造型那是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最后实在没动作了。为了让游客的票买得有所值，那是直接表演起了才艺。真的要被他感动哭了，这个近照把我都要馋哭了。还有一次，萌萌看到有好多姨姨来看自己，她高高兴兴地跑过去准备卖萌，结果哈哈，然后就结结实实摔了一跤。据说当时这一跤还摔上了热搜。同时他自尊心极强，怕姨姨们拍到糗样子的自己，他还赶紧跑回室内了。整理一番容貌后，他这又才出来，只不过这次没带跑的了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。前这只自己带围脖，把自己变成狼外婆的大熊猫，就是生活在湘西凤凰的福福。大熊猫福福2017年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出生，父亲是大熊猫白羊，母亲是大熊猫叶叶。福福刚出生不久就被四川天府银行终身认养。虽然他是个男熊，但因长相甜美，笑起来非常甜，所以大家又叫他甜福。同时他又走在时尚的最前沿，不是穿裙子就是戴围脖，每天都是惊喜小花活，吊带裙搭配背
贝雷帽孩子是懂穿搭的。福福其实和壮壮很像，壮壮喜欢把轮胎套在身上，而福福只要是好看的东西，他都喜欢套在身上。这2天湘西气温骤变，生活在湘西的我都穿上了大棉袄，福福也感觉到了寒意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围脖，拿来后赶紧套在头上，一下子就将自己可爱甜美的形象变成了狼外婆的形象。如果我不说它是真正的大熊猫，或许大家会怀疑它是工作人员假扮的吧。除了脖子上套东西，它还会其他穿搭。这天他在自己的院子发现了一块布，在别的大熊猫眼中，这块布可能就是垃圾了，但对于走在时尚前沿的福福来说，那可是一件宝贝。他先是费了9牛2虎之力将其扯了下来，然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将其做成了吊带裙，穿在了自己身上。更神奇的是，裙子穿上后他还要戴上贝雷帽，这造型即使用来走时装秀，凭借独特的设计风格，拿个名次不过分吧。或许他感觉到了有摄影师拍摄，摆完一番造型后，又继续设计下一款造型。福福看似是在乱搞一通，实际上就是在搞破坏。最终裙子被他损坏了，由于损坏的太多，他趴在支架上休息时用来支屁屁了。这么懂得穿搭的大熊猫，估计是熊猫界的一股清流。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，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，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一旁鼓励。最终福宝因为害怕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放地走，谁让谁是狗？眼前卡门的这2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2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2熊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2熊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
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熊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2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2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2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，两熊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熊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，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！别看有时两兄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春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盘点大熊猫坑爹名场面。前不久，新顶流灵年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寒冬腊月天，不仅泡冰泉唱歌，还津津有味吃起洗澡水冰块卖惨。目睹这一切的奶爸在一旁瑟瑟发抖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往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今天气变暖，他不仅吃起了枯草，身旁的嫩竹更是被他放置一旁。先前他还坐在雪地里啃过木桩，边啃边叹气，这是铁了心的让奶爸背锅呀。隔壁的麦麦听闻后，心想坑爹这事他最在行，就和灵岩攀比了起来，不仅蜷缩在角落里，氛围直接拉满，而且还边吃鸡笼边哭泣。特么的，你们俩演技一个比一个牛，奶爸也是一点一点被你们送上热搜。而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萌兰就比较聪明，选了个离游客最近的地方，啃着树枝，边啃边看游客的反应，仿佛在诉说奶爸是怎么不给他吃的。要不是看到他300多斤的大胖身体，真的就信了他的卖惨行为。萌兰卖惨不是1次2次了，奶爸可能想哭的心都有了。看来他连夜联系黄连奶爸取经，怎么才能不被气出刻板行为？而全网被骂的最惨的，当属小奇迹的奶爸。奶爸给小奇迹都喂了许多笋笋和胡萝卜，还拿来盆奶问他吃不吃。哪知道这小子不仅不理奶爸，转身就将杂草给嘴里炫，直接让奶爸在网上凉得透透的。而感同身受的还有这位天津段子手老冯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。大热天喜乐穿深貂，耍脾气不可回空调房，瞧给冯奶爸急得都喊他祖宗了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喜乐因为1天不见老冯不肯下班，寇师傅收他时，硬生生叫了2个小时都没收回去，都把寇师傅给急坏了。乐乐，回去吧，你是我姥爷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咱们的国宝真是把奶爸拿捏得死死的，而这只大熊猫就更牛了，差点让奶爸下跪。奶爸为了锻炼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吃小苹果时让他站立，雪宝为了不那么辛苦吃到食物，竟当场跪在了地上。奶爸一看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让自己死网上吗？奶爸恨不得当场也给雪宝磕一个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很贴的大熊猫呢？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大熊猫，把刺猬抓来，用它来按摩。它的名字叫做雅吉。这天游客一进来，就发现他手里抓了一只刺猬。哦，你看，我真正的刺猬呗。此时刺猬还是活的，但面对未知危险时，它已经把身体卷缩了起来，用带刺的外壳保护着自己。而大熊猫刚好皮糙肉厚，即使刺猬带刺也伤不到雅吉分毫。然后雅吉一把抓起它，用它来给自己按摩。我为什么说雅吉胆子大呢？当年女汉子飞云院子也出现过一只刺猬，它可是一拳可以打爆门锁，把金虎按在地上摩擦的飞云呢。他看到刺猬时，只敢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最后还被刺猬给吓跑了。而雅吉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拿它按摩，还将其抱在怀中肆意玩耍，期间还尝试着用嘴咬。好在雅吉并不是真正的要吃它，只是逗它玩耍，否则的话刺猬性命难保，雅吉说不定也会因刺猬的外壳而受到伤害。用嘴咬了一番后，发现它还是一动不动，雅吉觉得索然无味，便躺在地上睡觉了。突然他发现身上有点痒痒，然后又拿起刺猬捞痒痒。这雅吉胆子真的很大。后面随着饲养员的到来，成功从雅吉手中救下了刺猬。虽然期间雅吉对他又咬又玩，但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。
还有这个画面，我们看着好玩，感觉雅吉的胆子很大。实际上，这对大熊猫来说充满了危险。比如雅吉，一旦它把刺猬吃进肚子，可能就会面临生命危险。大熊猫的院子总是出现老鼠呀、一些动物呀，这说明动物园一定要加强管理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。比如前段时间，福宝身体出现了发抖的情况，据说就是因为福宝的院子出现老鼠后，他才这样的。这可牵动了全球亿万粉丝们的心。来，大熊猫花花也有攻击性，多次欺负新奶爸奶妈。众所周知，花花一直都是可爱温柔的形象，尤其在谭爷爷面前，听话的像个小女孩，不吵又不闹。可是这天基地来了一个新奶妈，花花却一改常态，气汹汹的就朝着奶妈走去。奶妈顿时被花花的气势吓到了，然后赶紧朝着谭爷爷身后躲去。即使有谭爷爷阻拦，花花也没有停止该行为。看花花的姿势和动作，明显就是一个攻击性的状态。我话都没说完，他就一个袭击，他还以为抱的是奶妈呢，死死的抓住不放，结果发现是谭爷爷，赶紧又坐了起来。而奶妈早被这一幕吓跑了，从此没敢来花花的院子。除了欺负新奶妈，花花还欺负新奶爸。这天谭爷爷因为有事，一个新奶爸来给花花喂食。幸好新奶爸比较聪明，知道使用美食剂，可美食剂只能延缓花花的攻击，并不能彻底阻止他攻击。奶爸只能边退边喂，花花带来的压迫感很强啊。换做刚刚那个奶妈，估计早就丢下盆盆跑了。该说不说，这花花平时看起来温柔可爱，没想到还有攻击性的一面。果然古话说的没错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毕竟它们是熊不是猫。看到花花这一行为，估计谭爷爷也操心坏了，以至于谭爷爷都不敢出差。一旦出个差，没人敢近距离投喂花花，花花估计就要被同伴抢食物，从而饿肚子了。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，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，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一旁鼓励。最终福宝因为害怕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这袁润说二狗下班简单暴力，咬着脚就用力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二狗和花花都没回去，然后袁润就主动承担起了收娃回家的任务。袁润看到花花卡住脑袋出不来，首先就来收花花，他先对着花花一顿安慰，貌似在说花花别怕，干妈来了，然后叫花花往前挪一挪，毕竟作为过来熊，卡头这方面他还是经验十足。挪到一定位置后，给花花屁股一拍，然后叫花花放心把头伸进去，自己会在下面接住它。花花也非常信任干妈，以倒栽葱的方式准备脱困。最终在母女两熊的配合下，花花成功脱困，而且是有惊无险的落地了。然后袁润走在前面，让花花跟着自己回家。花花也很听话，跟随着干妈的脚步，朝着室内走去了。将花花送了回去后，袁润又来收二狗。可怎么画风好像不对？袁润一来，对着二狗就展示武学魅力，貌似在说下班怎么不回家，快点下来。即使亲妈叫自己回家，二狗也无动于衷，这可把袁润气坏了。接着展示武学魅力，看这情况，袁润这是想强行收女儿呀。果不其然，袁润咬住了二狗的脚，然后就是使劲拽。就这样，二狗被袁润从树上拽了下来。哈哈，果然是亲妈呀，下手就是重。二狗下来后，袁润又教育了他一顿。哈哈，看完袁润收花花，再看袁润收二狗，怎么这么大的差距呢？
我在偷妈妈苹果，结果外公来了。看到外公来了后，小五赶紧飙演技，装作在晒太阳，结果真把外公给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外公来给芒仔母子加餐，考虑女儿芒仔带娃辛苦，还特意给他藏了一个苹果。小五看到外公走后，赶紧从木架上滑了下来，然后一头扎进竹堆里寻找苹果。看到外公走了过来，嗖一下起身，然后飙起了演技，对着外公开始迷之微笑。虽然外公在寻找证据，但小五丝毫不慌，头抬起来，装作在晒太阳。外公没当场抓住，只好作罢离开了。看到外公扭头的瞬间，小五又一头扎进了竹堆中，并且成功找到苹果，然后大口吃了起来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小五牙齿都还没长齐，怪不得外公不让他吃苹果，吃了半天嚼都没嚼碎，然后就被妈妈发现了。看到妈妈嘴凑了过来，小五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嘴里。虽然途中妈妈强行争抢，但也以失败告终。然后小五赶紧走开了，来到室内的门前，偷偷的吃起了苹果。哈哈，像不像极了小时候偷吃辣条的你？妈妈不准，躲起来也要吃。最终芒仔还是发现了，但聪明的小五看到妈妈过来，他又准备逃离。靠！大熊猫看到美女这么主动呀，这会不会是哪个兄弟重生变成大熊猫了呀？哎呀，还把美女扑倒在地上，不错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看到他太过分，最终奶爸还是出手了，即使被奶爸强行拉开，他抱着美女的脚不放手。你们追女孩要是这么猛，也不至于单身了吧？看到美女主动的大熊猫，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乐宝了。当年乐宝打黑工的时候，看到美女和汉子，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如视频中，他还想亲美女呢，结果奶爸劝他老实点，他这才安分了一点。还有一次，有个美女和他合影，您猜怎么着？他看到是美女，拿过手机就主动拍照，结果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又劝他老实点。这是美女照片中的乐宝，颜值嘎嘎高。我靠，这张中的乐宝还会卖萌。当不是美女的时候，乐宝完全变了样子。任凭对方怎么主动，他就是不动，嘴里吃着东西，心里想的却是赶快拍，拍完下一位。只要不是美女，他的态度都是一个样。尤其颜值还不高的男生，他脸都是偏向一边的。游客花了钱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这些大熊猫呀，看到美女和看到汉子的态度，完全就是两个样。小时候的萌兰太听话了。谭爷爷一声呼喊，他哼哼跳跳就回家了。这是萌兰小时候在四川的一段视频。当时到了下班时间，谭爷爷发现萌兰没有回来，谭爷爷只是喊了一嗓子萌兰萌兰，他就乖乖朝着室内跑去了，并且边跑边回应谭爷爷。萌兰真的好懂事呀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除了越狱，完全不需要饲养员担心。无论是谭爷爷，还是发姑奶爸，或者是美奶妈，只要带过萌兰的饲养员，都夸妈妈儿很听话。事实上，妈妈儿不仅听话，还很努力。在同级大熊猫还不会爬树的时候，他就主动学习爬树，还指挥奶爸看好自己呢。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，妈妈儿的爬树本领远超同龄小熊。还有一次，下班时间到了，有只大熊猫在树上不肯回家，妈妈儿凭借超高的爬树技巧，亲自爬树将对方给收下来。虽然他是个战五渣，但收猫时他却勇猛无比。试问一句，这么暖心的大熊猫，谁又会不喜欢呢？而他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的画面，至今为止都还是熊猫界的一段佳话。60多斤了，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，胖儿，胖儿，宝贝儿。今年萌兰越狱了几次，会不会是想发姑奶爸了呢？萌大又在作妖了，框框一顿敲门，新奶妈不知情况，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直接被吓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大又来到了熟悉的加餐环节，为了惊动饲养员，他先将门给关上。这么做到目的，主要是让门和铁栏碰撞，从而发出剧烈的声音，就像视频中这样。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在哪学的，然后哐哐的敲门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碰撞声。
就这样，一位新来的奶妈被吸引了过来，不知情况的她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打开门，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啥。结果看到蒙大在不断敲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奶妈被吓坏了，赶紧跑去告诉古爹。7七49秒后，古爹气势汹汹地走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看到蒙大又在作妖了。毕竟才给他加餐没多久，为了防止蒙大用铁门碰撞，古爹直接就锁门了。哈哈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而这边的蒙大看到紧锁的门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时间过了几个小时后，门又突然被打开了。然后蒙大又重操旧业，哐哐的敲门。哈哈，为啥蒙大总是敲门呢？食物也吃饱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这是为了拿捏古爹，给古爹找事做。果然古爹又走了过来，3下5除2就把门又锁了。蒙大这孩子真疼人，怕古爹失业，特意给古爹安排了一个关门的事。